爵啊，那你就在道县好好的休息几天，好好的把身体养一养。来，我们兄弟俩再次感谢战斌兄的关照。多谢前辈关照。哎呀，客气客气客气。来，怎么样？啥都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发现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宿营，等着二伢子带回消息。好，走，到这边说呀。回去家找点吃的。看来连营长他们在这里跟敌人遭遇了，那么多脚印，那么多弹壳，还有山炮的影子，这说明他们和张月林和陈静元在一起，所以才会凶多吉少。8年失散，数天相聚，一切都恍若隔世。唯一真实的，似乎只有生死相约。我会等你，一直等你找到我。你说过你会等我，一直等我找到你，对吗？道县定然是虎穴龙潭，但是这并没有阻挡张月林坚定的脚步。他不但要完成作为军人的任务，更要去赴生死的约定。只是陈俊言会在那里吧？重返敌营，他的信念是否会再次动摇呢？别动！这个小店周围我都看了一下，还算是安全。后院还有一个小门，这窗户底下踏上屋檐就可以到后面的巷子。你看，这是水仙画的44师师部的平面图。静贤在去守备团之前，一直在师部做参谋，所以我们一直住在那里。他的后院是个军官宿舍，所以我认为陈君言一定会住在那里。神仙，你记忆力真好啊！慢点，聊聊。教导员，我看见陈君言了，在池塘镇，在曲儿山下的公路上。你怎么知道他是陈君言？你又没见过他。我装成砍柴的，混到公路上，看见一群贵军护送一个穿中央军服的，军衔是中校，他们称呼他陈长官，我想应该就是他。马队护送他们去道县了。岳林同志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换件衣服。哟，你什么时候还藏了这么一件衣服啊？啊？什么我藏的呀？水仙的，我挑了件大的。怎么样？还行吗？挺好的，像是你自己的。像吗？我快将近10年没穿旗袍了。
一直给你留着的。谢了。慢点吃。对了，教导员，雀儿山那里确实有人在设埋伏。幸亏老柯建议，否则我们就走雀儿山了。枪声打得很激烈，连炮都用上了。我当时正在山上，想看看怎么回事。下去的时候，那儿已经不打了，不清楚他们在伏击谁。我在公路上的时候，除了看见陈俊言，也没看见他们抓到谁。晚上我到山腰的时候，那里全是弹壳，还有子弹，还有血迹。这就奇怪了，那里打了一仗，这里也打了一仗。既然陈金岩去了道县，现在不管连营长他们在哪里，只要活着，他们一定会跟到道县。我想是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我们去哪儿啊？我们的任务是把程俊元带到湘江以西。先是找不着，现在既然知道程俊元去了道县，我们就得去。不管是去增援雷营长他们也好，是去抓他也好，总之得去道县。集合队伍，马上出发。是，上面集合。老柯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你只能晚一点见到儿子了。不着急，完成任务是首要的。走。巷口那边有个小门，跟地图上画的一模一样，直通出来啊！出来了。在这儿。小白啊，哎，护士，你出去。小白啊，我们终于可以不在这受这个罪了。啊，杜主任来电，说这件事情就此打住，命令我们全队撤回宁宁。道县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这杜主任都说打住了，你怎么还？白营长在道县有没有消息？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道县那边白营长一直在监视呢。陈金岩住在贵军的师部，到目前还没有启程的意思。慢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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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烟。让开，让开！
你们俩进去。廖宝，你去悄悄的把孙磊叫回来，你去跟着。好。小少派的人来了，那个白营长还记得吗？看来他们没有罢手的意思。他们好像是过去看戏的。那个白营长来了，他认识你。孙磊，你陪张亮亮进去，保护好他。大哥，小心台阶。嗯。君言呐，每次我来道县，只要一有空，我就来听上几句，什么烦恼啊、疲惫呀，瞬间就消失了，剩下的就是听戏。哎，大哥，哎，那要是出了这个戏园呢？嗯，哎呀，出了戏园，这曲儿啊戏的。瞬间又消失了，剩下的还是烦恼啊！先生，您的茶。君言，这茶不错，你趁热喝一口。啊？哦。曲音绕梁，软语吴侬，眼前的一切对于经历重重劫难、疲于奔命的陈俊言来说，本该是万分受用的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他却无端地怀念起和张月玲一起经历生死的日子来了。难道自己真的如谭主任所言，在经历着不知不觉的蜕变吗？没法下手。怎么了？哦，我想上个厕所。啊，就在那边。哦。
厕所在那边。长官，厕所在那边。等等。 哎，黄老头怎么了？这唤你来了。啊，你说黄老头啊？哎呀，他论辈分还得管我叫声二爹呢。哦，是吗？哎，站住！哎，这里不能进。不是，这可是军官驻地。哦，厨房在这边。哦，对不起，光顾说话了啊。哎呀，我是昨天从食堂过来，想看看他。哎呀，没想到喝了2盅酒之后，你说他拉肚子了。 你说害得我今天也没走了，哎，李三，哎呀，我送新鲜菜来，来了，放那儿了，来，哎。跟着他们，看他们出什么意外。见到了吗？见到了，但是没有说上话。肖少白的人企图接近，被警卫阻拦。这种地方他们不会下手的，这是试探。下手最好的地方应该是街上。 肖少白这么一动手，不知道对咱们的行动是有利还是有弊。就看孙磊的了。走。目前发现的是2个人，一个逃跑，一个被逃跑的人击毙。从死者证件上看，属于中央军剿总司令部直属特务团的。这些混蛋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刺杀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命令，县城内要实施戒严，盘查所有可疑的人，特别是师部驻地。 要加强警戒。是，俊言啊，为了你的安全，
在你去南陵之前，请不要离开师部驻地，这不是软禁，请你理解。执行。是，马上布置。真是险了，好在2位长官都安然无恙。他妈的，抓萧少白比抓共军还难，邪了门了。雪岩呐，你就在王市长这儿好好的养养身体啊。等南京的文件一到，你即刻启程。我居然成为自己人刺杀的对象，可笑啊！从一入柜就开始动手，这些天，所谓的营救部队没有一天在营救，就是他妈的在刺杀呀！我每天在逃啊躲呀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了。是委员长派我入柜来联络的，不是我要来的。我得罪谁了？为什么这样不依不饶的置我于死地呢？啊，把我逼急了，我投奔红军去。军，你，我知道你这是气话，我也生气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向南京报告，直接向校长报告，绝不再姑息养奸。等你见过白长官之后，就回南京，啊！我哪儿也不回了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去找邵少白，让他把我弄死，成为铁证，让他妈的全完蛋。军爷，军爷，你。军言是君子啊，这是被人逼急了。哼，这帮混蛋，早晚把党国给毁了。走了啊！哎！大兄弟啊！哎呀，跟你刚才那口音，好像是河南开封的吧？开封杏花营的。杏花营的？哪个村的？余姓村的。咦，这越说越近了。俺是余园的啊！你是余园的？对，离我家只有半里地。说的就是嘛。哎，你到这来干嘛了？这走南闯北做生意，到这边来串亲戚来了。哦，这帮个忙，你没想，哎，帮出一老乡了。老乡，老乡见老乡，俺眼泪汪汪啊！请你休息吧。哎呀，下岗出去喝一杯。我到晚上才能下岗。疼你啊！好，好吧，好。敢问兄弟贵姓？免贵，姓刘，刘宝。刘宝兄弟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这不增加岗哨吗？这谁啊？哦，他是我老乡。哦，那成。我走了，好，等你啊，晚上见。好了，好。哎。什么事儿？搜身？为什么要搜我呀？我没什么。闭嘴！我想搜谁搜？我什么都没有。闭嘴！说。哎，你怎么不搜他呀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那个是戏园子老板的儿子呗，所以你们不搜他。你谁啊？我长官啊。下回注意点啊。好了，陈长官，别生气了啊。陈长官，您消消气啊。
好好休息一下，吃饭的时候我叫你。水仙嫂子，你这画的太准了，一共就4个门，你看这个最小的门都画的这么准。哎，你看着没有？看这后门没有？这后门画的更准，你看着没有？进了后门以后，经过一个篱笆墙，篱笆墙这边就是厨房，你看这厨房画的多准。然后这块有个小门，这个门里边住的是军官。这个房间看着没？这儿是陈俊言住的地方，啊，这个门卫啊。是我一老乡，你巧不巧？你说，老伙，别说你还真行，就从后门看了一眼那个送菜的老头，你还跟人攀上关系了，还取代了他混了进去，哎，最后逼着人家那老头啊，管他叫二叔呢。嗨，人家那就是老家就那么称呼辈儿的。哎，哥，那个中央军的营长和一个随从，趁着戒严混出城了。这一戒严吧，对我们有利也不利。有利的是，中央军不敢进城了；不利的是，现在我们的行动也受限制了。你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师部里边戒备森严，增加了不少岗哨。如果咱们这时候要是翻墙啊、走后门什么的，我估计悬。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见到陈俊言，看看他是什么情况。中央军这么一折腾吧，他也肯定不能像今天上午那样出来了。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进到师部了。吴龙，我倒有一个想法。你有想法？嗯。啊，你这想法最好是跟你无关啊，提建议行。我的想法一定跟我有关，我哪提得出跟自己没关系的想法呢？啊？那你别啊！啊，你这画图跟你有关，你有多少想法都可以提，只要你不提出来那个出这屋子的那个想法，有多少提多少。可是我的想法必须要出这个屋子。那不行。啊，那个，要是离这屋子不远，也还行。可是不远怎么到师部呢？师部离这儿还远着呢。到师部？你行了行了，你别想了，别提了。怎么可能到师部？你别提想法了。可是刚才你说了，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看到陈俊言，他现在出不来，你们大家又都进不去，怎么见面呀？怎么见面？我们会有办法的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们都别看着我呀，你们也想想，动动脑子呀。别急呀，想着了。我都想出来了，你也不听人家把话说完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，他就行了，你听水仙说说他的想法吧。就是你听嫂子说完了，你再训我们。人家刚说这不行那不行，还没敢开口呢。行。水仙，你说。那你说吧，说完我再否定呗。说。那我说了。嫂子。我的想法是，你看，我既不用翻墙进去，也不用从后门进去，因为我和师部的门岗都很熟，我什么话都不用说，我只要从正门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你也不想一想，傅彤现在正在被通缉，你去了还不把你抓起来啊？通缉是张希寿搞的事儿，师部不是每个人都知道，起码门岗不会知道吧？何况我就去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那你有没有想想，万一碰见王长斌呢？我不碰上不就行了吗？他是在办公区，我是去宿舍区。再说了，如果我碰上他，我直接说我就是来找你的。静贤失踪了，我管他要人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
是那个哥，我觉得嫂子说这个还行，对，可以，是吗？不是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王占斌吧，他不是你真觉得你碰上这个王占斌没有什么危险吗？他是我和静贤的证婚人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我找他，这是在情理之中啊。我觉得可行，让水仙进去，先跟陈君言见面，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下面的安排。我觉得张连长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是吧？啊，我觉得就可以这么办。行，那你试试吧。你看，还不让人家说呢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那样，就他一个人说的算。所以说，还是岳林昨天说的对，他就是大男子主义，骂的真对。对，欠骂。行了。哎，对，骂的对。水仙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岳林让我给你的，他在哪儿啊？在客栈里。这里太危险了，这里到处是中央军啊！我们知道。你先坐下，我给你写汇条。谁呀？陈长官，我是有为啊。啊，有事儿吗？南京来电，说文件今天晚上就送到了，就是告诉你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有点不太舒服，想休息一下。哦，好，那您好好休息，晚饭的时候我叫你。谢谢。我不写汇条了，我口述吧。我听着。王占斌怕再出事儿，已经把他软禁到师部里了，估计明天会派重兵护送他去南宁。明天，他还说想见你。怎么见？
今天晚上让我把你带进去。怎么了？那个张副官一直跟在你们后面，看着你们进了车站。你是说张佑威发现我们了？他在外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哎，等等！人哪部分呢？事务巡逻队，都跟我来。是，走，走。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张有为和敬贤的关系还是很好的。是吗？围起来！上！来，走！过来！人呢？你不说他们在这儿吗？我刚才还看见他们了。呀，心里都不在了，仗还没见了就跑了。还有，他们来了4个男的，2个女的。伙计，你到楼下房间去看看，还有没有人在？好的。 4个男的。是啊，一共6个人，昨天晚上一起上来的。白局长。 那儿应该就是道县了。哎，大哥，快请进，来来来。怎么样？休息的还好吧？还好啊。大哥，我给你倒点水。我接到焦总的命令，让我马上回零陵。 说是有重要会议，我是向你道别来了。马上就走吗？马上。大哥，这次让你受累了。想想，我从零陵送你走到今天，就这短短的11天，没想到，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啊！
我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你的念头。老天有眼呐，到底还是让你回到了我的身边。你就说昨天啊，上午咱们意外的分离，可晚上呢，却又奇迹般的重逢了啊！君啊，你昨天在师部说的话，不是心里话吧？我昨天说了很多话，你指的是投奔红军。